幽潭会影亘千秋，蛟龙潜踪难觅求。探则索引终无果，泥壶疑云几时休？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在苏格兰神秘的黑水之中，栖息着一种神秘生物。从公元6世纪就有人记载它的存在，千百年来目击事件从未间断。它被人类用声呐探测过，被 DNA 技术分析过，甚至在2023年还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搜寻行动。有人说它是远古时代幸存的巨兽，有人认为它不过是人们的集体幻想。但最让人费解的是，即便在现代科技的重重包围之下，它依然能保持着惊人的神秘感。就在最近的 DNA 分析中，科学家们发现了25%无法辨识的基因序列。这个发现让这个传承1000年的谜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尼斯湖水怪的传说，揭开这个存在了1500年却至今仍未被破解的巨大谜团。在苏格兰高地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静静地躺着一片神秘的水域尼斯湖。这里常年雾霭缭绕，湖水因富含泥炭而呈现出深邃的墨黑色。正是这片能见度极低的水域，孕育了一个持续至今的传奇故事。在这里，栖息着一个被亲切地称为 Nessie 的神秘生物。它的传说在几个世纪的时光中不断流传。关于尼斯湖的起源，凯尔特人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一位冬季女王因侍女奈萨的失职大发雷霆，将它变成了一条奔腾的河流，最终化作了今天这片宁静的湖泊。而最早记录尼斯湖水怪的文字要追溯到公元6世纪，一位名叫圣科伦巴的爱尔兰传教士，据说曾在湖边目睹水怪袭击游泳者的惊险一幕。他挺身而出，喝退水怪，拯救了村民。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当地人常将目击事件与苏格兰民间传说中的凯尔派联系在一起。这种能够变形的水怪常以美丽的马匹形态出现，诱骗路人骑上它的背，继而将其拖入深水溺亡。现代尼斯湖水怪的传说在1933年迎来转折。随着湖畔道路的修建，目击报告突然增多。一对夫妇声称看到一个像龙或史前怪物的生物横穿马路，引入湖中。当地报纸的报道让这个传说迅速传遍世界，而这则新闻被当地的因弗内斯信使报报道出来，迅速引起了大众的关注。尼斯湖水怪的现代传说由此诞生。1934年，一张轰动全球的照片将尼斯湖水怪推向了探索的高潮。这张被称为外科医生照片的影像展示了一个长颈生物从湖水中探出头来的景象，与人们想象中的蛇颈龙惊人的相似。这一发现引发了全球轰动，众多探险队和研究者蜂拥而至。然而，60年后的1994年，这张照片被揭露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照片中的水怪实际上只是一个装在玩具潜水艇上的模型。但即便真相令人失望，人们对这个古老谜题的热情与好奇却从未消退。这个传说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在外科医生照片被揭露为骗局之后，人类对尼斯湖水怪的探索并未止步，反而在科技的助力下走向了更专业的道路。早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就开始将目光投向尼斯湖。1960年，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探险队首次使用声呐技术对尼斯湖进行探测，试图揭开水怪的真相。结果令不少人失望，许多所谓的多驼峰目击事件实际上不过是船只经过时留下的波浪而已。随着1822年卡里多尼亚运河的开通，尼斯湖的船只交通量增加，这种误判变得愈加普遍。1975年，而艾恩兹博士带领的团队再次使用声呐和水下摄影设备对尼斯湖进行探索。他们拍摄到一张照片，经过处理后，照片中似乎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鳍状肢。这一图像激起了公众的好奇心，但由于其模糊不清，无法确定其是否真的为水怪的证据。1987年，
由自然学家 Adrian 领导的深层扫描行动对湖区进行了大规模声呐扫描，20多艘船共同参与，最终探测到了一些神秘的回声。然而，尽管探测结果引起了广泛关注，依然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实水怪存在的确凿证据。进入21世纪， DNA 技术为尼斯湖水怪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突破。2019年，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 Neil Gamo 教授领导了一项革命性的研究，对尼斯湖水样进行了环境 DNA 分析。这项研究的目标是识别湖中所有生物的 DNA， 结果揭示了大量的鳗鱼 DNA。Gamo 教授推测，所谓的水怪很有可能是一种巨型鳗鱼。然而，这项研究并未排除其他生物的可能性，因为大约25%的 DNA 片段无法识别。这个发现似乎在告诉我们，尼斯湖的秘密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除了科技探索，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试图解释尼斯湖水怪现象。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蛇颈龙后一说。1934年那张著名的外科医生照片，让许多人坚信这个传说中的生物就是远古蛇颈龙的幸存者。然而，科学界对此持怀疑态度。蛇颈龙作为海洋生物，难以适应尼斯湖的淡水环境。更重要的是，即使有个别蛇颈龙在数百万年前侥幸存活下来，也难以维持足够大的种群进行繁衍。虽然2022年在摩洛哥发现的蛇颈龙化石令人振奋，但这并不足以支撑它们在现代尼斯湖存在的可能。与蛇颈龙理论相对的是，近年来越来越被认可的巨型鳗鱼假说。2019年的 DNA 研究发现，湖中存在大量鳗鱼 DNA， 这让巨型鳗鱼成为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不过， DNA 分析既不能确定这些鳗鱼的具体体型，也无法解释那25%未能识别的神秘 DNA 究竟属于什么生物。从心理学视角来看，这个谜题变得更加耐人寻味。研究表明，人们的观察很容易受到主观期望的影响。漂浮的原木、游动的水生动物，甚至是简单的水面波纹，都可能在期待看到水怪的心理暗示下，转变成目击者眼中的神秘生物。而尼斯湖所处的地质位置也为这个谜题增添了几分科学色彩。位于大峡谷断层线上的湖泊，其地质活动可能引发一些令人误解的水面异象。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人为因素的作用。历史上，许多人为了吸引注意力或从中谋取利益，故意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进一步加剧了尼斯湖水怪传说的神秘感。就像那张轰动一时的外科医生照片最终被揭露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人为因素在这个传说的传播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尽管各种理论和解释层出不穷，尼斯湖水怪的真相依然没有定论。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尼斯湖水怪这个古老的谜题不仅没有褪色，反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吸引着世界的目光。那25%无法识别的 DNA 和众多无法解释的声呐回声，似乎在暗示着尼斯湖深处可能还藏着更多秘密。2023年夏天，尼斯湖迎来了50年来最大规模的狩猎行动，来自全球的志愿者和科学家齐聚一堂，携带最先进的科技设备，如配备红外热像仪的无人机和高灵敏度水听器，对湖区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与此同时，一张几年前由一位日本裔女性拍摄的照片再度将水怪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照片中，湖面上出现了2个神秘的隆起，这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猜测。尽管这次大规模的搜索没有带来突破性发现，但它再次点燃了公众对尼斯湖水怪的热情，也为未来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而且探索的脚步不会停止，研究人员计划在2025年开展更大规模的搜索行动，甚至可能动用潜水艇对尼斯湖的深水区域进行探测，试图揭开那些隐藏在黑暗深处的秘密。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对尼斯湖水体本身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湖中的独特温度分层、水流变化以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所有这些自然现象都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尼斯湖的生态环境，为尼斯湖水怪的存在提供更为科学的视角。同时，尼斯湖水怪的传说作为苏格兰文化的一部分，也将继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探索和发现。